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，来看一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？他们是情感导师于继静于老师，欢迎于老师；情感导师厉浩洋老师，欢迎厉总；情感导师莎娜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陆琪老师，欢迎。来吧，了解一下今天第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，各位请看。我们是相亲认识的，我俩条件差不多，相处以后，他总挑剔我的好多缺点。他的思维跟正常人不一样，做了一些不靠谱的事儿，我没法理解。他这人有点刀子嘴豆腐心，他数落我是因为他怕我吃亏，其实他是喜欢我的。他天天活在梦里，总干一些不切实际的事儿，从来不为我付出过什么，却天天给我提要求，我真受不了他了。有请这对情侣，有请。侯先生50岁，来自辽宁职员；卢女士56岁，来自辽宁职员。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侯先生今年50，从没结过婚，对，为啥呀？这个缘分嘛，得碰嘛，一直没碰上合适的。哦，您是身体紧张啊还是什么？我看您的腿一直在抖啊。确实有点紧张。哦，紧张啊。卢大姐，56岁，说是您闺女儿逼您找一个男朋友，是的，所以您才去相亲什么的。是的。交往多久了？半年左右吧。就是谁要来啊？都要来吧。是想继续交往呢，还是说算了？想结束这段感情。啊，您是想结束？对的。啊，您是想抓住？对。啊，为什么想结束呢？您给说说。本来我就是这么多年一直也没想找，闺女啊，就是为了孝顺我吧，就是觉得这么大岁数了，老了有个伴儿啥的，她在外地工作也放心吧。然后就是，给我介绍一个朋友，见面的时候觉得还挺不错，然后就这么处了半年左右。经过这半年时间，觉得他做什么事儿就是有点不太靠谱。您给说说事儿吧。比如说吧，有一段时间我闺女就是回来看看我，就请我们上饭店吃点饭啥的。他倒是就是给我闺女，就是事先也没跟我商量，然后就是包了一个小红包吧，就给我闺女。但是这红包他不是说随便就给你的，他说是改口费。我闺女听了也挺尴尬的，就是说我们之间我觉得这事儿挺正常的，特别顺理成章、顺其自然的。因为我们不是改什么口啊？过去管您叫哥，现在管您叫叔，改什么口啊？因为跟他在一起了嘛，我觉得这么自然就转换了嘛，形成了那种继父继女的关系啊。没形成呢，你们结婚了吗？没结婚呢。那人家管你叫什么呀？想多了吧？包一红包。对，然后我闺女特别尴尬，但是这个有时候吃饭的时候也没吃好。本来我们之间这个事儿啊，闺女是挺支持的。现在就说觉得这人啊有点不怎么太靠谱，要不你再好好考虑考虑，想一想。然后呢，我闺女走了以后，她又办一个更不靠谱的事情。她也没问我闺女说想找个什么样的，她就来好心肠了，就给介绍对象。介绍对象，她就把我闺女的信息啊就给对方了。给对方以后呢，对方呢就是说。又给我闺女打电话，我闺女都不知道这个事儿。我闺女就更觉得她这人不靠谱。我只是感觉呀，你这闺女啊，快30了，到了一定年龄了。我没想到啊，把她的联系方式给别人，那小子着急了，没等我做一定铺垫呢，他先打上电话了。嗨，您这事儿做的反正都是考虑欠周全，这是跟女儿之间的冲突。那你们俩之间交往觉得怎么样啊？我们交往这么长时间，也觉得他就是做些事儿啊，就是说不经过大脑，有一些爱好或者啥的，我们也不相同。就比如说，就像我吧，主持人你也可以看看，不管从哪方面吧，我觉得我哪都能配得上嘛。但是他有的地方吧，还看不上我。比如说我喜欢跳广场舞，他觉得广场舞比较俗，不想让我出去跳广场舞去。他喜欢嘛书法，完说搁家练练字儿，他这个不俗，比较高雅。比我这个就高。这什么俗和雅的，不都是个人爱好吗？您跳您的广场舞，您在家写您的字儿不就得了吗？对呀，我觉得跳广场舞还能锻炼身体呢，是吧？老年人到一定年龄了，更应该有庄严持重一些。
跳广场舞这个张牙舞爪的，我是实在接受不了。广场舞有啥张牙舞爪的？我觉得跳广场舞一个对身体好，再一个就是说你跳完了心情也愉悦，是不是？然后咱们也对健康也有好处，那有啥呀？反正从我内心呢，我觉得广场舞啊，就是这个老年人酒吧似的群魔乱舞一样。其实我就寻思两个人在一起，比如说互相有个爱好，就是说能拉近一下距离哈。比如说你喜欢书法，我也可以学一下子；我跳广场舞，你也可以跟我去一下子，是吧？你要是觉得玩一段时间或者跟着跳一段时间，能喜欢上广场舞了，是不是就是能好一点？但是呢，他都是我不愿意去。像比如说有一次吧，他找我上他家吃点饭，那我就去了。吃完饭我说咱们一起去跳广场舞去吧。然后他呢就是说变相的就说，哎，那喝点酒吧啥的哈，就是不想让我去呗，想灌我，寻思你灌多了你就去不了了，就不去了。结果呢我也没喝多哈。他多了，他其实也没喝多，他就装着说我喝多了迷糊了就不想去嘛。结果我自己去了。我可不存那种小心眼儿。我觉得啊，两个人吃饭的时候能对酌呀，是个很有情趣的事情啊。对酌。他还让我搁家做点什么缝纫活什么的。你说现在谁还做衣服都买现成的，是不是？这种女性更显得贤惠更美。他说这样是比较贤惠一些。不是，您这不需要光彩蛋没有什么用啊，就摆个姿势是吧？有意思吗？您是过日子还拍电视剧呢？你有要缝的吗？没有要缝的。那不就得了吗？那你让他干嘛呀？就喜欢那种红袖添香那个劲儿。红袖添香夜读书。我的妈呀！难怪您到现在没结婚呢，这人确实不太好找啊。行，广场舞这茬说完了。他还有挺多不靠谱的事儿呢，越往后越不靠谱。他这人就平时说话比较是爱吹牛。男人都爱吹点小牛啊。你吹牛也得贴点边吧？说他搁什么大企业干过，然后呢又是开过网站，然后也做过什么华北地区的什么总经理，这都干过。然后呢，我说那你现在干这些东西是不是这么长时间了？那你能挣多少钱呢？哈，我说我跟你在一起也不是图你钱，但是你得交我的底儿啊，是吧？对是。他说他没挣过钱，然后我说那你钱都哪去了？他说投资都赔了。我就是好折腾的，梦想很多，男人嘛。还有一个他就老想就是创业。梦想，他说他的梦想是老要创业去啊，闲着没事就去上市场考察。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一天去考察什么呀？想考察哪个项目？他说考察共享电动车。他说考察好了，投资的180万的哈，完做点事儿。我说你这个项目它也不现实啊，谁能给你投资180万？是不是？我觉得他越来越离谱了，就是说他这人脑袋呀肯定是有问题。他们看事物啊，总从表面上看啊，而我呢。我要研究后面的数据，我有数据所支撑。共享电动车这个是一个风口，现在也是。哦，这不太懂。最主要他这人，我为啥说他脑子就是有毛病呢？哈，他那个看到电动车坏了吧，他给掏钱去修电动车。你说这人脑袋是不是有毛病？人共享单车用他修吗？我自己呀，我有这种心愿，我想做一家公司做这个。我也想呢，别人呢碰见这种车坏了的时候，也能善待我的车。再一个呀，那是个物件，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它被损坏了。啊，行，明白了，就明白这事儿了，但是没太明白这思维，就有点费解了，对吧？他这人的思维是跟别人正常人是不一样。啊，比如说，我说他吹牛，为啥他在哪呢？就是说有爱显摆。有一次啊，我就上他那吃饭呢，然后他就晚上爱喝点小酒嘛，每天完了倒点二锅头喝上了，但是旁边摆了一个茅台的酒瓶，完我就没明白啥意思。完后来呢，他是怎的发朋友圈，喝着二锅头发着朋友圈，完显着好像是喝着茅台似的。我说你这不是装大尾巴狼吗？我对着茅台的瓶子，我喝什么都是茅台，这是我的一种信念。我以前呢是能喝得起茅台的，现在呢因为一些原因，可能是条件上有点困难了，但是呢，我还是坚信，别看我今年50了，我还是坚信，过去的好生活我一定会拿回来的。你就是说你想着说你搁心里想说我是喝的茅台，那你也不用说拿一个二锅头酒喝着，完了这头发朋友圈显摆这个事儿，是不是？我觉得就是这个人做事儿太虚伪了，太虚假了。这是对自己的一种激励。是啊。
就是您只要二锅头不是茅台的瓶子往那儿一摆，您觉得就是茅台了，是吧？对。他离谱事儿太多了。你看他这么大年龄也自己哈，一个月挣个3000多块钱啊，生活还挺不是说那么太富裕哈。完事儿他有一个什么想法呢？领养一个孩子，就说自己是学文学的，然后想呢自己有一些梦想，年轻的时候没实现了，然后想要领养一个孩子呢，把他这个梦想让这个孩子去给他实现。我说你自己都没顾好，然后你能把人家孩子教好吗？你不是误人子弟吗？是不是？再者说了，这个事儿你说他靠谱吗？你都不能自己养活你自己，你怎么养活这孩子啊？太不靠谱了。现在看是有点困难，啊，领养个孩子现在看是有点困难，但是啊，我今天没钱，可不代表我明天没钱啊。是，您昨天也有钱，可不代表您今天也有钱。对，这是。那您就跟他分了吧。是啊，就是今天来了，不就是想要分了吗？在生活里分了不就得了吗？就是的，现在就是完，但是他就总给我打电话呀，又找我呀什么的，完事儿纠缠你，纠缠我。干嘛纠缠人家呀？这个怎么说呢？他这个人我很喜欢他，为人也利索，家务活干得也好。遇见这么一个人呢，不容易。哦，所以您不愿意放手。我们俩我觉得还是有一定感情基础的。他主要您要求的什么缝纫呐，这些他也弄不来。您觉得那个特雅致的东西他也搞不来，他配不上你。那个我可以适当的放弃一些嘛。反正他不能走了是吧？哎，这可麻烦了。他干的这些事儿，就是说脑袋真的太缺钱了。还有一个就是说，他们家楼上住着一个住户，就是每天晚上他说的休息不好嘛。我说你咋休息不好啊？他说每天晚上楼上那个住户啊，就是说天天的就是半夜睡觉。他说睡不好，我说那你就找居委会呗，跟他说一下子是不是？没，他说的我找咱们那个楼上那个房东了。我说你找房东干啥呀？他说的我给房东啊，多加200块钱给他撵走，然后我把那房子租下来。你说他现在挣这个钱，他还要租那个房子去，然后能用钱解决的事情多么简单呢？租下来以后，他又低200块钱又给租出去了，里外里的400块钱差距。完了，我说的，你看你呀，我跟你在一起这么长时间，就是相处朋友嘛哈，你都没给我花1分钱，你把钱都花在这些用不着的地方上了，让你心里特别不舒服。他这种办事方法。侯先生问几个问题啊？您喝酒的频次有多高啊？每天都要喝吧？是每顿喝吗？早晨、中午不喝，晚饭必须喝。喝多少？3两多酒吧。不喝会难受吗？不喝会睡不着觉。喝了多少年了？30年了。对酒精有依赖了吧？没到那种程度呢。不让你喝肯定难受。是。上来我为什么一直问我说你紧张还是什么？他那个腿，包括眼睛，你们看他的眼睛是红的。行了，事儿听明白了，老师们看看怎么办吧。来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本来我想说点啥的，有点自己的思路呢。您刚才这么一问他喝酒的事儿，我的思路全变了。不是，那还怪我了是不是？哎呀，当我没问。哎，您问这个很关键。你来。喝酒这事儿啊，这必须得提到我的思路里面去，因为我是医生嘛，喝了30年的酒，站来有点抖，还出汗啊，包括刚才的那个说大话啊，有点是酒精依赖的那个反应。那么先把这个问题先放在这儿哈，我问一下这个女方，这个除了你说的她刚才的有点脑子啊，有点不太好使啊，她对你好不好呢？对我也还行，但是就是从来都没给我花过1分钱，他把钱都花在别的地方。你说他对我好是不好？对你还好是吧？对。但是我刚才在台上我听到的就是，基本上你是对他全盘否定了。我不是说否定他，就是说他缺心眼儿这样事做事儿。因为我听到的是否定了，因为还有一个词儿，基本上我觉得比骂人还难听了，就是脑子有病啊！我觉得是这样。从这个男方呢，他的出发点是好的，但是呢，他的这个姿势不美，或者姿势不对，或者叫用力过度，所以我们说呢，有点说你说的有点什么思维不对啊，或者缺心眼儿。其实你这些用力过猛的这些动作和姿势，都是想证明你自己。包括你想养个孩子，再重拾你的中文，你想证明你自己，拿茅台炫出来，你想证明自己我有能力做到，或者我对未来有希望。为什么要证明你自己呢？这里有2点。第一点，你确实是不如意，你想证明你。
第二点，跟你喝的酒有关系，因为你喝完酒以后呢，就会有一种虚构感，容易盲目的用未来的一个希望来满足自己，就像刚才拿那个茅台酒的瓶子，这证明我是可以做到的。包括说的一些大话，我们叫虚构。所以这个点来讲，就和你的酒精依赖有一定的关系。因为酒喝了几十年以后，每天好几两，它会改变一个人的人格，所以慢慢的就会让你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变化。那么我给你一个建议，把酒戒掉。如果这样喝下去，你这个人就要喝废了。你首先控制好你自己的这种坏习惯，然后再说经营你的人生、你的感情的问题。那么反过来，我想跟大家讲，你来的说了我要分手，那么既然已经决定分手了，那我希望给这个男人留点情面。我觉得他还是一个时代的人，但是因为酒的问题，以及可能不够自信的问题，所以呢，他变成了这个样子。但是我想，既然已经决绝的要分手，那有其他尊重的方式。谢谢。最后一点再强调一遍，酒必须戒。好，谢谢。要不然人就废了。你才50岁，人生不要这样过就完了。我见过太多喝酒把自己喝废的人，我唠叨一句啊，听好了。好，谢谢于老师。对，李总，首先有个点特别不认同于老师啊，你说大叔是个实在的人，他们谈恋爱这么长时间，几乎1分钱都没有花，实在哪里了？就是花哪儿去呀？没有啊。那我再问你，我想不起来去花给他花的到哪里去呀？侯先生，俗话都说是金子到哪儿都发光，对吧？您认可这句话吧？认可。但首先它得是金子啊。就是您觉得自己一定还会怎么样，但您要认识自己有没有那个能力，是不是还真的能够到达你想要的那种生活的状态。如果你永远不认清这个事实，不戳醒这个梦的话，那你真的每天就是活在你喝完酒之后那个幻想的世界当中。您要的太多了，您找一个女朋友要结婚，既要这个女朋友国色天香，又要她是贤妻良母，而且您的这种特别强的虚荣心，就让别人已经无法靠近你。说实话，自己一个人过单身生活，是对您自己负责，也是对那个即将或者现在已经跟您在一起的另一半负责任。然后接下来我想跟卢女士说的是，如果想明白了这个人不适合你、不靠谱的话，那咱就斩钉截铁的，不要犹豫，然后不要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，给对方再留有余地。您这个年纪，这个经历，我相信您找的就是一个踏踏实实能够过日子的人，聊得来的人。他跟您不在一个认知能力范围之内，是的，对，所以斩钉截铁的走。谢谢。好，谢谢沙娜老师。来，确实两个人不合适啊。我觉得不合适归不合适啊，但是我挺同意于老师的意见的，就是我们不需要去评判他，或者不需要去否定这大哥。我觉得你还好了，有点幻想，有点梦想，有点不切实际，只能说你栽的跟头其实还是不算多。你没有因为创业的事跟他借钱吧？没有，没有。也没有想过跟别人借钱吧？没有。啊，那就行嘛。我倒觉得是这样的，我们不要看不起一个人，我是这个观点。我没觉得不是看不起谁。我没有说你，我没有说你不对，我知道你是抱以善意的啊，我只是想对观众说这段话，因为我们人生的任何一个年纪都是起点。最近经常遇到一个问题，就很多人说我离婚了，我带着娃，我该怎么办？我就跟他们说这句话：人生的任何年龄阶段，任何人生阶段，它都只是一个起点，它并不代表了你这个人的价值的下降。只要这个起点你抓住了，你怀着你的梦想往前走了，这个起点是没有问题的。那么今天两位其实你们都处于自己的人生的又一个起点。至于女士，我认为你和她的起点完全不同，你们的矛盾在这个地方。你成家的原因是为了能够提高你的精神生活的品质，但她还远远没有到这个程度，她连物质的这一块东西都还没有完全的满足自己，所以她达不到那个让你的精神，因为你已经在享受生活了。她的起点在另一个地方，
在这个时候，你真的需要爱情吗？你真的需要有一个人搭伙过日子吗？你不需要这个东西。你现在需要的是什么？踏踏实实的去做好事情。你需要的是这个东西。你们两个人的起点不同，走的道路也不同，就不要将就了。就这样。我是觉得有一点问题，其他的都不说了。关于梦想这些，我们尊重每一个人的梦想，这没问题。其实就一个核心问题，为什么要勉强一个不爱你的女士接着爱你呢？不过我这是你的问题，不是你觉得，是你问问人，你还爱我吗？他有权利说我不爱了，你是不是应该尊重让他走？对吧？您学中文的嘛，是君子绝交，掩门而去嘛。我悄悄地带上门，我走了。您仔细琢磨琢磨，好吧？一起进入真情60。通过这段时间接触啊，我觉得呀，茫茫人海当中，像我们这年近半百的人呢，从遇见呢，互相的有个粗浅的了解，能够互相的有一个简单的认可，是很不容易的事情。我呢，可能是身上有这样那样的毛病，我是觉得呀，有些毛病呢，我是可以，有些小毛病我是可以改的。实在不行，我豁出去了，我陪你跳广场舞去。好，谢谢两位啊，请回，请回。来，请关门，来看看这对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，请开门。我俩在一起2年多的时间了，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在为一个目标在努力着。他却对我意见很大，我之前给过他时间，也给过他机会，他自己没有把握住，现在怪我过分。有请这对情侣，有请。男嘉宾小鹏24岁，无业，来自黑龙江；女嘉宾小雪28岁，自由职业，来自黑龙江。欢迎两位哈。这自由职业是干啥的呀？我是做服装。是服装设计啊，还是买卖服装啊？就是卖服装。无业是刚丢掉工作，还是在换工作的过程当中啊？换工作的过程当中，然后现在就是跟着他干嘛。现在这是你老板？啊，对。谈恋爱多久了？我们俩2年了。今天来是为什么呢？他现在每天就跟着了魔似的，就逼着我这个买房结婚。然后，但是我现在心思，我想放在事业上。然后都说这个北京机会多嘛，我想去北京再发展一下，但是他就不让我去。我不是不让他去啊，就是说我给了他2年时间。因为我们刚开始认识的时候，我比他大，我比他大4岁。认识的时候就是说家里边那个像我这么大的年纪的，就是都结婚了。他当时也没有钱，没有存款。他给我承诺，意思是我们2个，咱2年前就彼此拿出钱，然后付个首付买房子，然后结婚。我俩已经处了2年了嘛。头段时间的时候，我朋友他卖房子，然后有个户型挺好的，价格也挺合适，他看也行。然后我就想着，那就彼此把钱都拿出，直接买房子订婚吧。然后他就1分他也没拿出来。那我那钱，我不是我公司刚有点起色，属于上升期，我公司需要钱，我不投里面了吗？你还说你上升期投里边，他有点骗我，知道吗？因为我这个工作挺稳定的收入，我问他就是收入怎么样，他说每个月都会有收入，然后后期他1分钱都没拿出来。那你也不能去我公司瞎搅和呀！我跟朋友合伙干的嘛，是不是？他跟我朋友去捣乱，跟我朋友说那个啊我不干了，让我撤出来。那我朋友对我都很生气啊。我不是瞎搅和，就是我之前我也跟他说了，既然你干这个你就不挣钱，而且2年时间已经过了嘛，我就年纪挺大了，我就想着说是那就让他跟我一起干服装。我跟他说好几次，他也不听我的。那公司不开了？不开了，他搅黄了。哦，所以你现在跟他干是吧？对，他让我跟他干，干着干着也不愿意了是吧？对，他特别受不了，他总是要求一些我不想做的事情，我接受不了。主任他就属于挣1分花1分那种。就我感觉就是说再这样的下去的话，那房子没时候能买，而且我不要求他多，我就想让他就是说你不用有车也不用有钱，就是咱们得有个家吧。但是说他这一点他都做不到。我怎么我就做不到了？我是为了咱俩就是付个首付买个房子，然后赶紧订婚。你没房子能不能订婚？可以呀，但是我想着那你跟我就是说做这个服装1年之后肯定就会没房子能不能订婚？
可以订婚，但是我心里边没房子能不能订婚？能订，但是我心里不舒服。订婚是几个人的事儿？2个人呢。为啥他不回答？就我现在就是想着租房，他不干，他就着急这个。我的问题是没房子能不能订婚？能订，还去北京吗？订婚就不去了呗。但是我真不想跟着做那个服装，他就是每天逼着我做一些事情，就很多事情让我接受不了。我平时吃个饭呢，我就交朋友嘛，社交嘛，但他都不让，就怕花钱，就想着这个买房啊，结婚。有一次我跟我朋友都答应好了出去吃饭，他死活不让我去，就给我留在家里。到最后我跟我朋友也翻脸了，你这做的什么事不是说我死活不让你去，是家里面的工作，我每天早上5点就起来去进那个货，天天忙来忙去的话，半夜12点才能完事儿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咱俩把这些工作都做完之后，你可以去。我不是说不让你去。那你就先干一下吧，平时都我干的脏活累活我干，你就不能给我也稍微干一下？我没有干吗？你总说我不让你交你那些朋友，那我和我闺蜜也没有时间出去啊，那都为了什么呀？那我也没经常去，我也不是偶尔吗？偶尔，那我也不是说不让你去，就工作忙完你再去。那明天干不行啊，非得就今天干。那货都是明天起早的话赶着发货的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哎，谈恋爱呢还是谈买卖呢？就是他，我感觉他跟以前也不一样了。我俩刚认识的时候，他对我就是特别细心，你知道吗？就吃饭的时候，可能我一个眼神他就知道我要纸巾。就半夜的时候，就我饿了的情况下，你都会跑好几条街买我喜欢吃的东西。现在呢，就我连手术的时候他都没去，就他明知道情况都没去，我为什么自己去的。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？我怎么了？主持人，你知道吗？他有一次也是我跟我朋友出去就 KTV 唱歌嘛，他也是很凶狠的去找我，然后给我拽出来了，当着我朋友的面。我为什么拽你啊？我为什么拽你？我特别没有面子，让我很尴尬。我一个男人，我有尊严的。你一点也不心疼我，你知道吗？你就把我自己扔在家里自己做。那你每天就知道赚钱买房，我像个机器人一样。那你之前答应我什么了？我答应你呢，我也不想这样啊。你到他服装店干了多久了？5、6个月吧。你们交往了2年，前19个月你在做什么呀？我之前就开了一家这个小公司，就拍一些什么短视频什么的。那个时候是一谈恋爱就双方就承诺说要共同买房，然后结婚吗？那会儿我是答应他了。所以在你们谈了19个月的恋爱之后，他把你的工作给搅黄了，按你的说法是吧？对对。原因是因为想买房，你拿不出钱，对吗？是。那你们在谈恋爱期间的财务管理是怎么个管法？就是我不干涉他，他也别干涉我啊。就规定2年之后彼此都拿出一份钱，然后共同去买个房子。啊，等于他实约了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你们这5个月来就你在他手底下打工，是这意思吗？对，他每个月我就跟孩子一样，每天给我零花钱，我就能这个。抽个烟不能做其他的事儿吗？你为什么非要他在那儿打工呢？他不让我去啊！为什么不让别人去？我想跟他要钱。因为这2年之间，就是我不用管他，不用怎么样的，我相信他。然后就是他1分钱他也没挣到。那我现在我这个工作挺稳定的，我就想着那我俩就每天在一起。不是人家不愿意啊。那他不愿意，他想做什么？他现在想做什么的话，我没有时间给他。他想做什么东西，他也不确定会挣钱。我做什么事情他都不支持我。是我不支持你，我支持你2年，你怎么了？我感觉我不是你男朋友，真的，我感觉我这好像你养了一条狗。你要不是我男朋友，不会管你啊。就我想，我也跟他说过，老师，我说你给我点钱，我去学点什么技术，有点一技之长，他也不行。他说你太搞笑了，咱们房子还没买呢，你要学技术。不是，你们俩现在是结了婚了是吧？还没呀。我很恍惚哎，还没，就是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至少是一个老婆跟丈夫说的话。我们还没买房呢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你是有家庭责任的。你们俩不就谈了个恋爱吗？那谈恋爱的时候，当时我就想的就比较多嘛，因为就是家里面也催。不是我们不听因为嘛？现在什么状况？你们双方父母对这段感情是一个什么概念啊？就我爸妈就想着说，就是2个人处的合适，那就结婚嘛，那就结婚前提肯定会有房子啊。我也跟他说过，就是先租着，但是他说就必须得买。不是，我就搞不懂，那咱们俩就辛苦1年怎么了？辛苦1年房子钱就有了，你为什么就是你以后再追什么干什么，我都不会管你。不是，那你是要一个老公还是要一所房子啊？那2个人在一起连个房子都没有，我想不是你那句话是有了房子之后，你以后该干嘛干嘛，我都不会管你啊。就是说他有他自己的爱好或怎么样，那你如果对啊。这不就有了房子，什么都有了吗？你可以不用再管他了吗？我就没弄清楚你到底要干嘛，姑娘。
我的想法就是说，赶紧有个房子好订婚。跟谁订婚？他呀。跟他订婚？对呀。他都要跑了，你跟他订什么婚？是不是他说他要去北京？是。对啊，就是说你现在就是问题出在这儿，你说你要去北京，我去北京，我不也是想多赚点钱呗？然后他也不让我去，就想让我在家这边发展，说人家那个在这边不也赚钱吗？你为什么非要去啊？你现在跟我到底是有没有感情啊？那你之前都不这样，现在想去北京，那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也能挣那么多钱，为啥要去北京呢？我现在我跟着你，你什么你都管着我，我很累，我很受不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想管你的，我想这么累吗？那我每天我也坐公交啊。对，主持人，还有就是让我特别生气的一件事情，我们出远道，我就想打个车，我也不经常打车，干脆就什么都没有了，只能坐公交。上了一天班，工作很累了，还要坐公交，我还要站回去，坐1个小时的公交。就偶尔打车根本都不行，就什么都得听他的，然后我就花多少钱回来还得给我记账啊，这个钱怎么花，这个去向。因为你真的就是挣1分花1分那种啊，那我就想着咱们俩苦1年买个房子，那不行吗？就让我特别接受不了，老师，他就是为了不让我去做别的事情，然后背着我把我就喜欢的东西，我平时就是以前我也做过什么摄影嘛，爱好这些东西，然后背着我把我的这个照相机、电脑啊都给我卖了，背着我卖了。你尊重过我吗？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咱们把房子买完之后，这些东西我都会给你买。我就想断了你个念想，那你总是这样，一天就寻思这些别的没用的。这个，我送你一套房子，然后给你指定一个男人，你嫁他吗？不嫁。你现在执念是一套房子，真不是一个人和一段婚姻。你们说感情很好，你怎么舍得把你男朋友心爱的他自己又开传媒公司又拍小视频，基本是他的生产工具，你能给他卖掉吗？我不知道你爱这个人爱的是什么呀？但是我的想法是说，他每天也没有心思说跟我在这儿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人在这儿心不在这儿，我就想着把人在这儿心不在这儿，你把他踢走啊！一个男人人在这儿心不在，出自你自己之口，你还说我们俩苦1年买房，我说的是他这个爱好，他不爱这个，他是不爱这个行业或者怎么样？好吧，那你们俩今天来干嘛呀？把我炒糊涂了。我就是想问问他到底是怎么想的，是想跟我就是奋斗1年怎么样，然后直接。因为我年纪已经到了嘛，就是想着。我帮你问吧，你什么时候娶人家？其实我就你还想娶吗？我想娶。想娶。啥时候娶？我就想着去北京，我再赚点钱，也就等个1、2年，也能买房了就娶她了。要在北京没挣到钱呢？那我也得赌一把嘛！我这么年轻，那我应该去。我问你呢，在北京没挣到钱呢？这些我没考虑啊。那你还娶她吗？没挣钱我也想娶她，但是我怕给不了她幸福了也。你现在给她幸福了吗？现在也没有。对呀，其实老师，其实我也可以不去，但是我现在我受不了她，我跟她在一起做这个服装，你知道吗？她每天这么管着我，我感觉我喘不过气。你能不能改变一下？其实我也可以不去。我之前不这么管着你的，你也不知道那2年我。那为什么不呢？我就感觉我要的不。比特问卷。女生，结婚在你的生命里面，在这个阶段，到底重要到什么程度？我听到的是你张嘴闭嘴要结婚，结婚是你一个目标，但是我明显看到，你被这个目标奴役了。你只有一个信念，我要结婚，我年龄大了，不结婚我就不行，必须得这样。于是，在这种执念状态下。就做了很多的傻事，你忽略了很多东西，忽略了男朋友的感受，你忽略了你们如何去快乐的生活，你们现在很痛苦的要去结婚，那结婚还有意义吗？感情没了，一切都没有了，要房有什么用？面子最后丢得更惨，2年拜拜了，或者结了婚以后最后离婚了，那面子好看吗？所以我希望你在这个时候要多一种思维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。要不然你这种执念呀，未来的日子我说实话也不看好。你再说男方啊，其实呢，承诺嘛，是一个好的想法，但是我发现其实你在今天还在不断的承诺，我要是去北京了，我就能怎么样挣更多钱。其实你每一个承诺都在给自己上套，你知道吗？你的女朋友她比你年龄大，到这个年龄她会有恐慌感，她要看到你的态度，你要在感情上给到她足够的信心。但是不要去乱承诺，你要脚踏实地的真的做一点事情，不能一直总是给一个虚的未来，好吧？谢老师。就这一组我一直心里抓狂。其
其实你知道，你今天所有的表现，在我看来就一句话，你知道吧？求求你娶我吧，求求你娶我吧，求求你娶我吧！自己都没长大的一个人，他拿什么结婚呢？真是听得难受，心里。厉总，我还真有点不同意。我还是蛮欣赏这个女孩子的，就我觉得，对的，因为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，想要有一个房子，想要有一个稳定的生活。别人不是没有给你时间，他没有想结婚啊。他谈恋爱的时候22岁，是谈了恋爱他就逼他买房啊。所以你今天要讲清楚，就像2年前一样，如果你没有想结婚，你没有真的想一起努力去挣这个房子，你就告诉他，你去玩你的，不要耽误别人2年的青春。你说有没有把我当男人啊？我替你打工，真的是一个男人是什么？就是我说到的，我一定要做到。你做不到也就算了，还有一句话叫大丈夫能屈能伸，是不是？那你一起把房子首付挣出来，就知道冲着脸跟朋友们一起去吃，一起去玩。如果你就是想玩，你讲清楚，不要这样唯唯诺诺，什么都不想放弃。小雪，就这样一个男人，现在说娶你，你敢嫁吗？每天不思进取，一点苦都吃不了。你一个人全心全意，他一个人逢场作戏，然后口是心非，你装聋作哑，你就为了结婚随随便便就找一个人就可以嫁了。关键是你随随便便找了一个人，人家还不愿意娶你，你还乞求可怜说求求你娶我吧。因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不要想在一起的时候，就是任何一对情侣在一起的时候都是无限美好的。你永远都活在刚开始的那个梦幻当中，而且从一开始你说，2年前我们俩说好了，咱2年前买房子结婚。他那个时候他说他要娶我。刚开始谈恋爱的话，你信吗？一个刚开始和你在一起不到1个月的男人跟你说要娶你，你信吗？信呢，他信了。好，你信，你敢嫁吗？而且今天人家清清楚楚说了，去北京那只是个借口。已经告诉你，我不愿意娶你，我压根儿没想结婚。我跟你说，女人最大的梦想不是说在人生当中完成结婚这个步骤，而是我是否结婚，我都可以依然过得很精彩。人家挣没挣到钱都不跟你交实底儿，就这样的男人，你到现在还在纠结说，你跟我苦1年不行吗？人家凭什么跟你苦啊？我希望我说的这些话能让你清醒一点，好吗？我希望你能听得进去，冷静下来想一想，好吗？谢谢。谢谢莎娜老师。来，顾琦老师。我倒觉得你应该换个城市。真的，他换不换？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其实我之前就答应你的事情没做到，我也挺后悔的。但是现在，我觉得好像也挽回不了。但是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，我做这事情我也挺后悔的，我也承认我现在很幼稚，不够成熟，但是我也朝着这个方向发展，我也想会去想尽办法这提升自己。我希望你能再给我一个机会。我可能一直在纠结你之前给我的承诺，或者说答应娶我或怎么样。一直在纠结，说是这2年，咱们2个一起去付出或怎么样，但现在我想想，可能就是，我感觉是错付了吧，应该是。当一场恋爱谈成了一个目标的时候，谈恋爱当中的2个人都会把恋爱本身的意义忘记了。恋爱是为了让2个人彼此了解，彼此了解之后，才是一个决定。谢谢2位，请回吧。来，请关门。来吧，看看这一对的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。请开门。好，女方走了，挺好了。让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鲜季。我和他在一起4年了，但是呢，最近我们越来越没有话说，我也看不到当初我喜欢他的点了。生活的平淡磨平了激情，我知道我还喜欢他，但是我不喜欢这样平淡如水的生活。我到底该不该坚持下去呢？平淡本身就是生活的主旋律，任何一段感情走到最后都是会趋于平淡的。
如果你想要激情四射的感情，那就只有换一个女朋友了。但是换一个女朋友，结局也还是平淡。所以想一想当初你爱上她的点是什么？我们与其有时间在这里抱怨，不如想一想怎样给平淡的生活加点料。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，再见。